请你想象一个画面，凌晨3点，东京一间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，一位满头白发的77岁老婆婆独自蹲在熟食柜前，反复比较2个饭团的标价，最后拿起便宜10日元的那一个，轻声对店员说：麻烦帮我留到明天打折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这就是日本社会学家藤田孝典在2015年揭开的真相。他原本以为下流老人只是极端个案，没想到短短10年，这个词竟从一本社会学书名变成笼罩在整个日本社会头顶的乌云。藤田孝典是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？故事要从他担任 NPO 组织咨询员的那段日子说起。当时他每天接到的求助电话越来越多，打来的不是失业青年，也不是单亲家庭，而是一群本应该安享晚年的长者。有人说，老师，我这个月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有人说，我缴不出房租。有人说，我儿子失业在家10年，我的退休金快被他吃光了。藤田起初以为这是少数案例，但档案越积越厚，他终于发觉这不是个案，这是一场集体沉默。他后来给这群人下了一个定义，下流老人是指收入低、储蓄少、没有依靠的高龄者，而符合这3个条件的日本长者竟然超过600万人，占65岁以上人口的近30%。最新的数据更让人心惊，日本如今每4个个人破产者中就有1个是60岁以上的高龄族群，而其中又以70岁上下的长者比例最高。今年日本个人破产的申请件数预计将冲上7万件，创下2012年以来新高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含辛茹苦工作了40年，缴了一辈子年金，买了房子，养大了孩子，准备悠悠哉哉迎接退休生活的那一刻，命运却可能突然把你推下悬崖，让你在人生最后的20年里，为了一顿饭、一张电费单，斤斤计较到不敢生病。这听起来像是哪个落后国家才会发生的故事，但这就是真真切切的世界第3大经济体日本正在发生的现实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老后破产的浪潮并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把富人和穷人分开。日本 NHK 特别企划节目走访了好几位下流老人，他们很多人年轻时的年薪曾经高达400万日元，是社会中产阶级的标准样板。他们不挥霍无度，也不好吃懒做，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，按部就班的老去。但偏偏某个微小的转折点，就把一切打回原形。所以下流老人最让人心惊的地方，不在于他们有多穷，而在于他们本来和你我一样。当你以为自己这辈子已经稳了的那一刻，其实才是真正的危机开始。要看懂这场灾难，我们得从一个叫做70岁临界点的怪现象切入。为什么是70岁？60岁不行吗？80岁不可以吗？日本一位曾在金融机构工作了17年的老银行员河野义广，研究上千个个案后发现，大部分老后破产的人都是在退休后第5年到第10年间崩盘，也就是刚好踩在65岁到75岁这个区间，而最高峰就在70岁附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日本人退休后最初的几年往往会有一笔退休金作为缓冲，加上身体还算硬朗，年金也刚开始领，日子看起来还过得去。可是只要这个缓冲期一耗尽，现实的铁拳就会准时挥出，退休金花光了，年金不够用了，孩子又开始要钱，身体又开始出毛病，四面八方的压力同时涌来。70岁就是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落下的时刻。我们先看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故事。东京有一位77岁的 N 女士，她的丈夫生前是大企业高阶主管，年薪3200万日元，过世时留下6000万日元退休金，加上累积的房产与资产，总身家高达1亿3000万日元，换算新台币大约2600万元。如此豪门寡妇，按理说怎么可能破产？但她做了几件事。第一，继续住在豪华独栋住宅，光是维护成本就惊人。第二，她没有驾照，却把丈夫留下的进口车保留下来，甚至又买了一台新车，原因是不希望亡夫留下的家看起来家道中落。第三，孙子上学、就业、结婚，
他都包下高级酒店办晚宴，在顶级百货大撒币。短短几年，他的现金流几乎见底。理财顾问建议他变卖房产或申请反向抵押贷款，他全部拒绝，理由很卑微，也很真实。他不想让儿女知道母亲的处境，当面子变成最昂贵的奢侈品，下流老人的入场券就在不知不觉中递到了你手上。但你或许会说，恩女士是自找的，是虚荣心害的。那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，日本一对60多岁的铃木夫妻，退休时手上有2200万日元退休金，加上每月年金，原本财务算稳健。问题出在他们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要买房，他们资助1000万日元。10年后轮到小儿子，他们觉得兄弟必须公平，就算小儿子根本没有开口，还是主动给了1000万日元。铃木先生在访谈中讲出他当时的内心话，我们的2儿子什么也没跟我们说，他可能不好意思向一个快70岁的老人求助，但我们知道，如果他听说我们给了哥哥1000万日元，他肯定会很生气，不能让兄弟有差别，所以主动提出帮忙。再加上孙子的学费，家人偶尔的医疗支出，还有日常生活的固定开销，铃木先生退休金的70%在不到10年间蒸发殆尽。他最后咬着嘴唇喃喃自语，也许我对孩子们太好了，我太天真了。请注意他的用词，不是我太爱孩子，而是我太天真。原来在老后破产的世界里，连父爱都会反噬。第3个故事更接近多数普通人的处境。住在新舄县的小原弥生，今年69岁，丈夫50多岁时被裁员，在就业后薪水砍半。她本人除了打理家里，每个月还要经援住在东京。患有强迫症的大儿子住了45年的老房子已经破旧不堪，但他们没钱翻修，也没钱搬迁。他现在每天到附近的超市做兼职收银员，从清晨站到傍晚，赚取微薄时薪。即便如此，每个月还是入不敷出。弥生女士的生活没有大起大落，只有日复一日缓慢被掏空的感觉。这才是大多数下流老人最真实的样貌，不是戏剧化的崩盘，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沉默。更扎心的还有一位田代先生，他每月领取大约10万日元的养老金，房租就要6万，扣掉水电瓦斯保险，最后手里能花用的生活费只剩2万。记者去访问他的那一天，他从纸袋里拿出一把100日元2束的凉面，腼腆地笑着说，到下个月年金发放日还有几天，这就是我这几天的食物。镜头没有拍他的脸，但你光看那双手就能想象，那是一双曾经为这个国家奋斗40年的手，如今却连泡一碗热汤面的勇气都没有。还有一位山本女士，80多岁，每月国民年金只有6万出头，房租就要5万，剩下1万撑1个月。她每次出门购物都要等到傍晚，因为超市那时候会把卖不完的蔬菜打折，哪怕只便宜10日元，对她来说都是大事。还有更惨的渡边女士，她当年任职的公司根本没有为她办理年金手续，她到了退休年龄才发现自己连1块钱年金都领不到。这些故事叠加在一起，构成了藤田孝典口中那600万下流老人的群像。更阴暗的角落还没讲完，日本每年大约有32000具无人认领的遗体，这个数字背后是一群在自己房间里孤独死去的下流老人，可能死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周才被房东发现。日本社会还出现了一群专门针对下流老人的掠食者，恶质的养老院、照护中心、简易旅社，以低价吸引独居长者入住，然后把他们的年金全部吞掉，伙食差到极点，照护人员霸凌，甚至逼老人签下遗嘱转移财产。光是某一年，日本国民生活中心就接到了1454件这类投诉。一个人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最后连自己的死都不能体面，这就是下流老人这4个字真正的重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人到底踩中了什么地雷？河野义广与多位日本社会学家整理出3大共通陷阱，每一个都让人不寒而栗。第一个陷阱叫做对退休金的过度乐观。日本一般上班族退休后的年金大约只有工作期间收入的50%到60%，
自雇者含自由业者甚至更低。问题是，许多人退休后依然维持工作期间的消费水准，不换房，不缩减开支，不降低应酬，这就好像收入腰斩却照旧花钱，银行存款的下降速度会比你想象的快上好几倍。一位破产的老先生在访谈中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：年轻时我以为退休金可以撑到死，现在我才知道退休金只能撑到生病。第二个陷阱叫做医疗与长照的黑洞，这是真正的隐形杀手。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4岁，但健康寿命只到72岁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晚年平均要承受12年身体机能下降的阶段。这段时间里，医疗费、看护费、辅具费、住宅改装费，每一笔都是天文数字。日本最近一份统计指出，一位需要长期照护的老人，从入住安养机构到离世，平均总花费可能高达1500万到3000万日元。如果你没有预先准备这笔钱，那就只能消耗掉你本来打算养老的所有积蓄。所以，许多老人为了省钱，选择生病不去医院，可一旦小病拖成大病，最后还是要花更多。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死循环。更糟的是，日本最近几年通膨压力大增，水电瓦斯、米面食材每一项都在涨，唯独年金纹风不动，甚至还在缩水。你以为你存够了，其实时间和通膨会联手把你的存款偷走。第三个陷阱，最让人鼻酸，叫做对子女的无底线援助。日本因为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，造就了一整个就职冰河期世代。这群孩子至今已经40到50岁，仍有相当比例找不到稳定工作，靠着父母的年金生活。日本社会称这种现象为8050问题，意思是80岁的父母抚养着50岁的孩子。最近几年，这个词甚至升级成了9060问题。90岁的父母还在养60岁的儿子，当父母过世，这些孩子瞬间失去经济来源，自己也变成下一批下流老人。如果父母还在世，那么二代人就会像2条相互拖累的绳索，一起被拉进贫穷的深渊。这还不算结婚晚、离婚率高、单亲育儿、教育支出暴涨等等附加变数，每一个变数都在悄悄抽干上一代的存款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以为这只是日本特有的问题吧？我们台湾地大物博，文化不同，怎么可能走到这一步？很遗憾，数据不会说谎，台湾的处境可能比日本还要严峻。2025年，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意思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突破 20%， 每5个人就有1个是高龄者。这个比例听起来和日本相差不多。可怕的是，我们抵达这个阶段的速度，法国从高龄化社会走到超高龄社会用了126年，德国用了40年，日本用了36年，而台湾只用了短短32年。从高龄社会升级到超高龄社会，更只花了7年。我们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，没有之一。日本至少还有30年的时间慢慢调整制度，慢慢储蓄，慢慢建立社会安全网。而我们呢？我们是在踏进门的那一刻才惊觉里面已经失火了。更残酷的是抚养比的变化。2020年，台湾大约每 4.5 个青壮年抚养1个老人，到了2040年，将是2个青壮年抚养1个老人，到了2050年，1.5 个青壮年抚养1个老人，最后到了2070年，每 1.2 个青壮年就要养1个老人。也就是说，再过40多年，台湾的年轻人赚的每一块钱几乎都要分一半给上一代。在这种沉重的抚养负担之下，谁还能存得下退休金？谁还愿意生小孩？年金制度又靠谁来支撑？这是一个会自己加速崩坏的回圈。而且台湾的健康寿命落差比日本更大，国人平均寿命达到 81.9 岁，但健康寿命只有 72.43 岁。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台湾人在生命最后的7到8年是以失能、卧床、慢病缠身的状态度过的。这7到8年的长照费用谁来付？我们的健保已经连年亏损，长照 2.0 制度也面临裁员短缺。老人福利方面，虽然政府努力扩大覆盖，但和日本相比，我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更为破碎。日本至少还有国民年金、介护保险、
生活保护、3层防护网，而台湾的劳保即将面临破产危机，许多自雇者甚至连劳保都没有。一旦你倒下，往往就是一家人一起倒下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台湾中年人的资产体质。日本一份引人警惕的研究显示，40岁名下资产低于100万日元的人，过去20年暴增超过3倍。台湾的情形虽然没有完整对比数据，但根据主计总处公布的资料，双北以外地区许多家庭的储蓄率正在快速下降，房贷负担比则在持续攀升。许多30多岁的年轻人扣掉房租房贷，每个月几乎月光，更别提存退休金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代人很可能连纯养老头期款的能力都没有。藤田孝典甚至提醒，现在的年轻人将会是未来最严重的一批下流老人预备军。那我们真的注定要走上日本下流老人的老路吗？也未必。前车之鉴就在眼前。藤田孝典与日本前银行员们留给我们的功课其实非常具体。第一，戒掉退休等于不工作的执念。日本有许多70岁以上的长者选择延后退休或从事轻度工作，不为钱，而是为了维持收入流与社会连结。一个小小的兼职往往能让你的养老金再延长10年寿命。日本政府甚至提出，如果你能延后到70岁再开始请领年金，每月领取金额会比60岁开始领的人多出将近1倍。这不只是钱的问题，也是身体与心智延缓老化的关键。第二，尽早重新计算你的退休账本，把所有固定支出列出来，把预期年金算出来，把可能的医疗长照费用估出来，差额就是你必须在退休前累积的资产。许多人连这份账都没算过，当然会被现实打个措手不及。河野义广强调，退休后不破产的人和破产的人最大的差别在于，前者退休前就已经把未来20年的支出做过模拟，而后者只是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乐观心态。第三，对子女的援助设下硬底线。爱孩子没有错，但公平与面子这2个字是压垮许多老后破产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子女已经成年，他们的人生由他们自己负责。你能留给他们最好的礼物，是别在晚年成为他们的负担。日本许多理财顾问现在都会直接告诉客户，请先把自己的养老金锁起来，再来谈给孩子多少。这不是冷血，这是理智。第四，建立社会连结。日本许多下流老人最后选择放弃治疗甚至轻生，并不只是因为钱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孤独。日本最近一份调查显示，因债务相关问题自杀的人数2023年跃升至792人，比前一年大幅增加。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生病，一个人面对所有困境，再多的存款也撑不住心灵的崩塌。多一个朋友，多一个社区聚会，多一个兴趣团体，往往比多一张定存单更能保住你的晚年。第五，趁早处理长照规划这4个字。台湾很多家庭至今对长照避而不谈，觉得不吉利、不舒服，但你越拖延，到时候越没选择。提早搞懂长照 2.0， 提早研究保险，提早和家人摊开来谈钱，那个未来的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。顺带一提，日本许多下流老人的悲剧，其实都源自于没有提早规划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敢面对。回到那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，下流老人会不会找上门来？答案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会，而且不分贫富。N 女士有1.3000亿日元资产还是沦陷，铃木夫妇爱孩子爱到把自己爱进谷底，弥生女士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。命运从来不公平，但我们可以预先准备。日本花了将近30年走进这场集体噩梦，台湾站在他们的废墟之前，至少还有时间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当70岁那天到来时，我希望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长寿本来是上天的祝福，可一旦准备不足，它就会变成诅咒。藤田孝典在书的结尾留下这样一段话：贫穷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孤立的贫穷。下流老人之所以下流，不只是因为钱少，而是因为他们在最需要被接住的那一刻，发现整个社会的安全网早就破了。台湾会不会走到那一步？答案不在政府，不在年金，不在健保，
而在每一个今天还来得及做选择的你我身上。从今天开始，把退休不再当成一场休假，而当成人生最后一个必须认真备战的副本。那么也许在2040年、2050年的某个下午，当我们终于走到70岁的那一天，我们不必蹲在便利商店熟食柜前比较饭团的标价，不必为了10日元的折扣等到傍晚才出门，不必对着一把100日元的凉面苦笑。我们会庆幸自己当年看完了这支影片，并且真的去做了那些该做的事，